如果你最近一直在跟踪美股科技股，尤其是 AI 这条主线，你大概率会被微软这波单日15%的涨幅惊到。但我敢说，绝大多数人对这次上涨的理解从根上就错了。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份超预期财报带来的正常反弹，也可能觉得 AI 行情又要从头再来一轮。可真正决定这波走势的，根本不是表面的收入数字，而是市场压在微软身上整整1年的3大疑虑，在这份财报里被一次性解开了。这一步如果看错，你后面再看整个 AI 软件和云计算板块，都会踩在错误的逻辑上。你去翻一下微软的历史股价单日涨幅超过15%的情况，过去40年里只出现过2次。上一次出现这种级别的异动，还是在公司战略级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所以这一次的上涨绝对不是普通的业绩超预期行情，它背后对应的是市场对微软 AI 转型逻辑的一次彻底重估。很多人看科技股财报，习惯先盯着营收增速、每股收益这些表层数据，然后对着超预期或者不及预期做交易。可你只要多翻几份机构的交流纪要，就会发现，过去几个季度市场对微软的定价逻辑早就不是增长够不够快，而是它砸进去的 AI 钱到底能不能听见响。之前每次财报出来，股价涨涨跌跌，本质上都是市场在反复摇摆，一会儿觉得 AI 能再造一个微软，一会儿又担心这是一场看不到回报的烧钱游戏。欢迎来到逻辑棱镜，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这期我们不着急给微软定什么目标价，也不争论短期还能不能涨，而是把市场最关心的3个核心疑问拆透。你搞懂了这3个问题，不仅能看懂微软这波上涨的本质，更能看懂接下来1整年 AI 产业链的利润会往哪个方向流动。我先把市场的分歧说透。过去半年围绕微软的看空逻辑说来说去其实就是3句话。第一句， AI 投入了这么多，没看到像样的回报，云业务增速也停了，故事讲不下去了。第二句，资本开支越涨越高，像个无底洞，为了 AI 把股东回报都搭进去，迟早要出问题。第三句更狠，说 AI Agent 发展下去，传统的 Office 办公软件会被彻底颠覆，微软自己的基本盘反而先被冲垮。这3个质疑不是散户随口说的，是过去2个季度华尔街卖方报告里最常出现的看空论据。也正是这3座大山压得微软估值一直上不去，哪怕 AI 行情再热，它的股价表现也始终不温不火。而这次财报之所以能引爆单日15%的涨幅，本质上不是业绩有多炸裂，而是这3个最核心的担忧全都被实打实的数据正面回应了。讲到这里，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我说只看营收增速的人根本没看懂这波行情。这不是一次业绩驱动的上涨，而是一次风险偏好的修复，是市场从怀疑 AI 能不能变现，转向确认微软能拿到 AI 的钱的转折点。这个级别的逻辑切换，在微软过去40年的上市历史里也只出现过2次。如果你平时也习惯盯着财报和产业链数据看公司，而不是跟着热点追涨杀跌，可以订阅一下逻辑棱镜。后面我还会陆续拆解其他科技巨头的财报细节，从资本开支到订单结构，从自研芯片进度到企业客户付费意愿，帮你避开市场的情绪噪音，抓到真正的产业信号。好，我们一个个来看这3大质疑到底是怎么被逐一解开的。先从最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说起， AI 投入这么久，到底有没有回报？很多人对 Azure 云业务的印象还停留在前几个季度增速放缓的阶段，甚至有观点说 AI 带来的云需求都是噱头，真正落地的订单没多少，所以 Azure 的增速才会卡在30多上不去。但这次财报直接打破了这个持续了4个季度的瓶颈， Azure 和云服务的营收增速回升到了43%。我提醒你注意这里，这个数字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它重新回到了40以上的增速，而是它背后的驱动逻辑变了。之前很多人分析 Azure 都默认增速快，慢看的是企业需求好不好，经济复苏了，企业愿意花钱了，云收入就涨。但这一次的加速核心原因根本不是需求端突然爆发，而是产能端终于跟上了。换句话说，过去几个季度限制 Azure 增长的从来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没有足够的算力去交付订单。GPU 供货紧张， AI 数据中心建设周期长，导致很多订单接了也没法立刻兑现收入。
现在随着新的算力产能陆续落地，之前积压的需求开始集中释放，增速自然就上去了。我自己的判断是，只要后面产能能持续爬坡， Azure 的增速还会有进一步的空间，因为需求端的支撑远比市场想的要扎实。你可能对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没什么概念，一个承载大规模 AI 算力的数据中心，从选址、施工到设备部署、调测试运行，往往需要1年以上的周期。前2年行业里疯狂下单的算力设备，真正转化成可交付的算力产能，就是从今年开始陆续落地。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情况，是整个行业的供给节奏。而微软作为云厂商里投入最激进的公司之一，刚好踩在了产能释放的节点上。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微软特意在财报里提到不包含 OpenAI 相关的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达到了18%。很多人之前嘲讽微软，说它的云业务全靠 OpenAI 带飞，离了 OpenAI 就没故事可讲。但这个数据刚好反过来证明 Azure 自身的企业级需求本身就非常强劲， OpenAI 的合作是加分项，不是立身之本。你别小看这个区分，这直接关系到微软在 AI 产业链里的议价权。如果它的增长全靠绑定一家大模型公司，那它本质上就是个算力代工厂，利润会被上游芯片和下游大模型两头挤压。但如果它自身的云生态、企业服务就能撑起大部分增长，那它就不是单纯的算力通道，而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平台，估值逻辑完全不一样。聊完收入端，我们再往深走一步，看看利润端的真实情况。很多人没注意到，虽然这次整体的营业利润率环比有所回升，但如果拆开看，微软的云业务毛利率其实是在下滑的。这也是我认为这份财报里最诚实的地方，它没有把 AI 包装成一本万利的生意，而是如实反映了当前阶段云厂商的普遍困境。现在的云厂商基本都处在两头受挤的状态，上游是英伟达为首的芯片厂商，产能紧张，价格居高不下，买算力的成本降不下来；下游是各类大模型公司和 AI 创业公司，一边用着云算力，一边又在和云厂商抢企业客户，分走应用层的利润，两头挤压之下，云业务的毛利率自然会承压。但我并不觉得这是长期问题，恰恰相反，毛利率下滑的阶段，反而正是区分谁能活到最后的筛选期。因为只要有2个变量发生变化，利润空间就会立刻打开，而这2个变量，微软都已经走在了行业前面。第一个催化剂是自研芯片的放量，微软的 Maya 系列 AI 芯片下一代产品预计明年就会逐步投入大规模使用。很多人对自研芯片的理解还停留在替代英伟达，其实没这么简单。自研芯片真正的价值是把上游芯片的利润留在自己体系里，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云架构做定制化优化，进一步降低单位算力成本。一旦自研芯片大规模落地，云业务的成本端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利润率自然会回来。而且你要知道，不只是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头部云厂商都在砸钱做自研芯片，这不是跟风，是云厂商的必然选择。算力成本是云厂商最核心的成本项，谁先把自研芯片的性能和良率做起来，谁就能在后续的价格竞争里占据绝对主动。微软的 Maya 芯片进度在全球云厂商里属于第一梯队，这也是它后面利润释放的关键底牌。第2个催化剂是模型多元化。现在很多企业用 AI 还停留在什么场景都用最大模型的阶段，成本很高。但随着行业成熟，客户会慢慢分层，不同的场景用不同参数、不同性价比的模型。比如简单的文档整理用小模型，复杂的代码生成用大模型，按需付费。微软现在已经在布局多模型体系，既有和 OpenAI 合作的顶级大模型，也有自己的中小模型，未来可以给客户提供不同价位的选择。既能覆盖高端需求，也能吃下对价格敏感的大众市场，利润空间自然就拉开了。所以你看，现在的利润率下滑，不是 AI 赚不到钱，而是行业还处在前期投入期，成本结构还没理顺。等自研芯片和模型多元化这2个抓手发力，利润释放的弹性会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看 AI 公司不能只看当下的利润，要看它有没有在成本端埋下可以兑现的伏笔。接下来我们说第2个质疑，也是很多人最担心的，微软的 AI 投入会不会失控变成无底洞。这次财报里，微软单季度的资本开支达到了410亿美元，同比增长69%。这个数字单看确实很吓人，几乎每1块钱收入里就有很大一部分要砸回去建数据中心、买算力设备。
所以市场上一直有一种声音说，微软为了追 AI 已经开始不计成本的烧钱，早晚要把现金流烧干。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市场真正恐慌的预期其实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之前很多卖方机构给的一致预期比最终公布的410亿还要高出一截。也就是说，虽然资本开支确实在大幅增长，但它没有超出市场的承受底线，甚至比最悲观的预期还要好一些。这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缓解。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只看花了多少钱，还要看他手里还剩多少钱，以及钱花的有没有章法。这份财报里，微软单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依然有196亿美元，同时还拿出了102亿美元用于股息发放和股票回购。什么概念？就是他一边在大举投入 AI 建设，一边还在正常给股东分红回购股份，没有为了 AI 牺牲股东的基本回报。我见过太多科技公司追风口的样子，为了一个新概念，把所有现金流都砸进去，甚至举债扩张，一旦风口退潮，就直接陷入困境。但微软现在的节奏很稳，资本开支在涨，但自由现金流依然充裕，股东回报也没有停。这种投入是有安全垫的扩张，不是赌上一切的豪赌。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之前市场热议的资本支出指引下调。之前微软把2026财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从1900亿美元下调到了1750亿美元。当时很多人解读成微软要收缩 AI 投入，甚至觉得 AI 需求不及预期。但这次财报里，底层的会计细节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说白了，这根本不是投入减少了，只是记账方式变了。之前很多数据中心的租赁是按融资租赁算进资本开支科目里，现在改成了经营性租赁，就不算在资本开支里了。账面上的指引数字降了，但实际该花的钱一分没少，该建的数据中心也一个没停。如果只看表面的指引数字就判断微软收缩 AI， 那就是被会计处理给彻底误导了。微软管理层还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承诺，到2027财年，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依然会保持为正。这句话的分量很重，相当于直接给市场吃了定心丸。我确实要砸很多钱进去，但我不会把自己砸成现金流断裂的样子。投入是有节奏、有回报预期的，不是看不到头的无底洞。到这里你应该能看明白，所谓的投入失控，更多是市场的情绪恐慌。真正看财务结构的话，微软的 AI 投入虽然规模大，但始终在自己的现金流承受范围内，而且有明确的长期规划。比起那些只靠融资烧钱的 AI 公司，这种级别的投入安全边际要高得多。最后我们来聊第三个，也是最有颠覆性的一个质疑。AI 发展下去，会不会反过来颠覆微软自己的软件基本盘？之前 AI Agent 概念火的时候，市场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以后大家都用智能助手处理工作，谁还开 Word、Excel？传统的办公软件会被彻底淘汰，微软的 Office 护城河会被 AI 自己冲垮。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也确实让很多投资者对微软的软件业务心存担忧。但这次财报的数据直接给这个疑问画上了句号。微软365的营收同比增长15%，商业席位数保持了6%的稳健增长。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出现用户逃离 Office 的情况，反而付费用户还在稳步增加。更核心的指标是 Copilot 付费情况。这次财报里，微软365 Copilot 的付费席位已经突破了3000万，上个季度这个数字还是2000万，一个季度就增长了1000万。同时，企业客户的数量也在大幅增加，很多全球500强级别的大型企业都开始全公司批量部署 Copilot。另外一边，面向开发者的 GitHub Copilot 用户数已经达到了5000万，开发者生态的粘性越来越强。我自己的判断是，市场之前完全搞反了 AI 和传统软件的关系，大家总觉得 AI 是外来的颠覆者，会把旧的软件产品全部推翻。但真实的商业逻辑是，企业客户不会为了一个 AI 概念就换掉自己用了10几年的办公系统、工作流程和数据沉淀。更换一套办公软件的成本远不止软件本身的费用，还有员工培训、数据迁移、流程重构的隐性成本。真正能把 AI 落地到日常工作里的，恰恰是那些已经占据了工作场景、拥有海量企业客户的软件巨头。AI 没有变成 Office 的掘墓人，反而成了 Office 的增值服务。原来客户买 Office 是为了文档、表格、邮件这些基础功能，现在多了一个 AI 助手帮你写文档、做表格、整理邮件、梳理会议纪要，
愿意为此多付钱的客户越来越多，这哪里是颠覆？这是给原本已经进入成熟期的软件业务又续上了一条全新的增长曲线。而且你要知道，3000万付费席位放在微软庞大的企业客户基数里，渗透率其实还非常低。现在只是大型企业先开始批量采购，后面还有海量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甚至个人用户的渗透空间。只要 Copilot 的价值能被企业验证，也就是企业算过来账，发现买 Copilot 的钱能从节省的人力成本、提升的工作效率里赚回来，这个渗透率提升的过程还能持续好几个季度，这也是微软软件业务接下来最确定的增长来源之一。讲到这里，市场之前压在微软身上的3大质疑其实就全部落地了。AI 不是没有回报，只是之前被产能限制了释放速度，投入不是无底洞，而是在现金流安全范围内的有序扩张。AI 也不会颠覆自己的基本盘，反而在加固原本的护城河。当这3个最大的不确定性都被消除，市场自然会用一次大涨来完成估值的修复。但这期的重点还不止于此。如果只是看懂一家公司的财报，那价值还不够大。真正重要的是，从微软这份财报里，我们能看到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流动正在发生非常关键的变化。过去2年 ，AI 行情的核心基本都在上游，算力芯片、服务器、光模块，谁掌握了硬件产能，谁就是行情的主角。因为整个行业的瓶颈在供给，没有算力就什么都谈不了。但随着头部云厂商的产能陆续落地，算力供给逐步缓解，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就会慢慢从上游的硬件环节向下游的云计算、软件应用环节转移。道理很简单，当算力不再是稀缺资源，比拼的就不再是谁能拿到芯片，而是谁能把算力变成真实的付费收入，谁能在应用层拿到更高的利润率。而在这个阶段，拥有企业客户、场景沉淀和生态壁垒的公司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微软就是这个阶段最典型的受益者之一。当然，这不是说硬件环节就没有机会了，技术迭代永远会带来新的硬件需求，而是说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会更加均衡，不会再是上游一家独吃的局面。后面我们再看 AI 板块，就不能只盯着算力链看，也要开始关注云厂商和软件公司的业绩兑现节奏。如果你认可这种从产业链和财报细节出发的观察方式，也想长期跟踪 AI 产业的价值转移节奏，可以订阅逻辑棱镜。我会持续沿着产业链的上下游逐个拆解关键公司的变化，帮你建立一套不被情绪左右的市场观察框架。你觉得这轮 AI 产业链的价值重估会先在云计算环节全面落地，还是要等到消费级应用真正爆发之后？这个分歧其实直接决定了接下来的配置思路，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最后也多说一句，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基于财报和产业数据的观察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永远有不确定性，技术迭代的节奏、宏观经济的变化、行业竞争的格局都会影响最终的走向。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不一样。真正做决策之前，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体系里做独立的判断。